吓唬中国观众。六亲不认的步伐也是让这家伙走出了精髓。赛前声称中国选手都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孩，自己一拳就可以放倒一大片。日本选手叫前田卓哉，绰号日本肉盾王，凭借超强的抗击打能力，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。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。负责迎战日本狂犬前田卓哉的是藏族雄鹰恩波尼洛，虽然是少数民族，但恩波尼洛内心非常痛恨来华挑战的日本人。面对日本人赛前的狂妄言论，恩波尼洛是要让日本选手感受一下中国男孩的厉害。可别忘了，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的代号就叫小男孩。56个民族56朵花，56个民族是一家。藏族选手恩波尼洛有责任更有义务，在擂台上狠狠暴揍日本选手，为国争光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回合刚开始，日本狂犬就开始对恩波尼洛发起主动进攻。反应过来的恩波尼洛开始对前田卓哉发起反击，不过这个日本狂犬属实有点灵活。然而恩波尼洛并没有急于求成，对前田卓哉发起猛攻。没想到这个日本选手太过嚣张，竟主动将脖子送给了恩波尼洛。恩波尼洛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，拿到脖梗的恩波尼洛顺势做出了断头台。有一点机会。哇，这个日本很顽强啊，很顽强，而且拿到了侧向压制，但是恩波尼洛的爆发力太强了，直接把对手又翻了下去，可是丢掉了。现在对方要抱单腿摔，恩波尼洛可以把腿蹬开。哇，刚刚我在讲这个前田卓哉，他的技术是一般，可是他战斗力啊很旺盛哦，有人勒到了。没有，现在看谁的力量大了，但是他有可能做深度半防守，少技。哇，一开始就这么激烈，前田卓哉如果没当心十字步，还好他手收回来了，对，被拿后背了。这个恩波，日本肉盾王的称号果然不是徒有虚名。不管恩波尼洛施展什么样的锁技，或者是实施什么样的进攻与招式，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压制住前田卓哉。日本这家伙不仅可以顶住恩波尼洛的进攻，而且还可以对恩波尼洛做一些限制动作。恩波尼洛要做木村锁，拿到一个木村锁。今天看了太多次木村锁，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。是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今天首例成功降服的木村锁。是。把这个脚往后退，把这个脚对，两口脚往后，不要拿大脖的后跟，不要拿脖的后跟。其实排名靠前的还是十字步、三角脚和裸脚。对，三角脚已经排到后面去了。三角都排到后面了。对，因为这个 UFC 的选手对这个三角锁比较免疫啊。对。前2名是断头台跟这个裸脚，再来是十字步。但是前田卓哉不知道是体能的原因还是怎么的，感觉手有点架不起来的感觉，报价有点特别低。重新回到站立的前田卓哉就跟没事的人一样，看来恩波尼洛所给予的压制力还是不够。拿到大比分优势的恩波尼洛开始对前田卓哉发起猛攻，连续的重拳砸击也是让前田卓哉有点难以接受。就算如此，前田卓哉依然可以做出相应的防守，不愧是日本肉盾王。恩波尼洛都打累了，前田卓哉依然趴在地上与恩波尼洛进行周旋。有，还有换手，真的是不错，有挺过来动作了。对，虽然技术一般，但是呢，他战斗力十足。但他现在很被动，因为自己的左边的脸是没有防御的。可是就他不放弃啊，这个精神还是值得这个佩服的。恩波尼洛可以把他翻过来做。有裸脚，有机会。但还是要过腿，前田还是要过腿。哇，前田挨了这么多拳，好像没事。对，他还是能做出正常的动作。对，完全没事。抱单腿摔，勾腿了，但是这个角度他重心太低了。抱双腿摔，往后一拉，再往后拉，他在那个角度是摔不倒的，因为你往前顶没有用啊。对，你往前顶干嘛？日本选手属实有点无赖，打不过就开始对恩波尼洛实施消极动作。然而恩波尼洛面对日本选手这个迷之操作，确实有点猝不及防。日本选手经过转换位置，成功拿到了优势位。不过这个优势才刚刚拿到几秒钟，就被恩波尼洛抢走了。你看他体能上吃了亏，他刚才动作是做对的，但体能上拼不过对方，体力上比对方差了一点。好，现在看到这个有点，双方都在控制对方的腿，很纠结的一个角度，骑上了，但对方马上又他转来转去的，转来转去不让骑上。哇，这个动作转换太快了，我们的嘴完全跟不上他。跟不上。感觉前田有的时候是那种形闪神不闪的感觉，你看他吊儿郎当的，对，有点看他快挂了，对，没事，对，
你看他形闪神不闪？好，现在又一个这个断断头台，有可能很深，也很深。他在这个角度很难防，他必须得下行一下。对，他下行了一下，还有10秒，看他能不能挺过这10秒。看起来这个前田不是普通人啊，我们觉得快不行了，但是他就行。对，他像醉拳一样，形闪神不闪。你看他吊儿郎当的，你每每就干不掉他，不是普通人啊。对。回合结束了，恩波尼洛的拳头对前田卓哉貌似起不到作用，打在日本选手身上就跟挠痒痒一样。看来恩波尼洛需要改变一下战术，不能利用蛮力来与前田卓哉进行对峙。日本肉盾王这个称号还真不是闹着玩的。Ready fight, ready fight, fight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回合一开始，恩波尼洛就忙碌起了打铁工作，连续的拳脚进攻就是打不动日本选手。虽然日本选手非常抗揍耐打，但恩波尼洛的点数已经完全碾压了前田卓哉。日本选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对恩波尼洛发起主动进攻，就算恩波尼洛拿到了大比分优势，那也不得不防前田卓哉的突然袭击。恩波尼洛，这个我看不懂他这个架势，看不懂，我觉得他有点扮猪吃老虎的感觉，很乱七八糟的架势，可是打不倒他。奇男子，真的是奇男子，飞膝，感觉转着后蹬，感觉恩波尼洛也是越打越没谱的感觉。日本人，我们现在不敢对局势做出任何意思意好的预测。他不是一般人啊，是，非普通人。好，现在再来，再起来一遍，拉后背往起撑。到底我们的日本人还有什么怪招呢？好，恩波尼洛把对方摔倒，拿了上位。躺在地上的前田卓哉虽然很狼狈，但依然可以限制恩波尼洛发起主动进攻。经过长时间的打斗，两位的体能也是出现了点问题。那个角度是最好打头。不能抓龙网，裁判停。对，要打头。但是你每每看见那个前田他捂着头滚一滚的，就能滚得出来。是的。齐声了，齐声了，很被动了。又是挨打了。但你看刚才砸了几十拳，他都没事。而且一点伤都没有。要做手臂三角吗？恩波尼洛可以做一个手臂三角，但是那个时候一定要从齐胸下来到侧面。这个没有手臂三角，他只有做裸脚。做裸脚也行，没有带到手臂。好，感觉上是有机会的，因为锁到自己的额头。就算恩波尼洛拿到了日本选手的脖子，那也无法将日本选手勒晕。再次挣脱裸脚的前田卓哉非常老实，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根本就不敢对恩波尼洛发起任何反击动作。没有用肌肉去切他的血管了，换另外一种方式。对，换砸拳可能会好一点，也行。砸拳砸过了，没有用。又再来，不要急。恩波尼洛已经找不到答案了，我就你应该砸拳，还是降服，还是遇到一个怪胎。对，我所有的招式都用了一个遍，但是他就是没完蛋。对，他说我好累啊。对。要做十字固了，但对方逃脱了。对，拿到了上位。恩波尼洛不停蹬对方，但是得注意。好，看他断头台是不是？没有，不太懂。我们的前田卓哉打完拳是自己还会晃。前田卓哉开始头怀右送抱，再次将脖子主动送给了恩波尼洛。拿到脖子的恩波尼洛也不再低调，
直接就开始对前田卓哉实施断头台。感觉是没有体能，但他又是一个断头台。对，但他还是又有体能去做逃脱的动作。你看，逃脱之后还这个角度好像应该是过腿了，没有过了，半防守里面。哇，换他打拳了，换他地面打拳了，好凶狠啊！再次挣脱断头台的前田卓哉开始对恩波尼洛发起反击，不过这些反击对恩波尼洛来说显得非常弱小，毕竟大比分优势已经归属于恩波尼洛，只要恩波尼洛不被前田卓哉降服或者是 KO。比赛结果依然是归属于恩波尼洛，右手压着恩波尼洛的胯，防止对方转胯做完成那个木村锁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哇，太神奇了，对。我觉得如果这一场比赛我们这位日本选手活下来的话，我要帮他取个绰号叫做“无氧人”，对，不需要氧气，对，不需要氧气。这个绰号非常的厉害，有人分，大家的对策都是打战力啦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恩波尼洛开始对前田卓哉实施精准打击，可以顶住任何进攻的前田卓哉丝毫不畏惧恩波尼洛的重拳。反观恩波尼洛则是虎视眈眈盯着前田卓哉，根本就不会给前田卓哉任何发起进攻的机会。经过长达10分钟的试探，前田卓哉挨到的揍也是非常多。不过前田卓哉依然是跟没事人一样在擂台上站着。你看他前田站立，全是软绵绵的三脚猫。对。对，转好，打，压住，慢慢压。对。哇，就这样3回合跌跌撞撞的。他不需要有气势，他就看着那种略手的那种感觉。他看他的脚都在软脚的状态，他站都站不稳。对，他那个我逃的好不好看，我不 care， 我不关心的，我只需要你打不中我就得了，或者你击不倒我就行了。对。哇，真的是非常难打的一个对手。所有文字，他的所有的，目前为止很多。前田又回去躺了，但是没有击中头部。对，没有击中头部，这几下。最终前田卓哉被恩波尼洛逮到了机会，连续的重拳打得前田卓哉有点怀疑人生。就算日本选手是个铁块，那也应该被恩波尼洛打成了铁泥。可是他真的还是没有什么事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一下就恢复了，对，恢复了。但是恭喜恩波，恭喜恩波格斗的恩波尼洛在那个最后一个回合 TKO 获胜，技术性击倒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最终，中国小伙恩波尼洛以 TKO 的方式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将这位日本肉盾王斩于马下。恩波尼洛拿下这场比赛属实不易，大家感觉恩波尼洛打得好的话，